他第7次醒来的时候，床底多了一把刀，但他确定这把刀他从来没见过。云芝醒来的瞬间没有感觉到疼痛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不对劲。他甚至没有立刻睁开眼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正在醒来，这种清楚让人不安，像是这个画面已经重复过很多次。他的呼吸平稳，心跳却隐隐失序，身体深处有种违和感慢慢浮上来，像是他早就经历过这一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他睁开眼，看见一片干净的过分的白色天花板，那种白没有任何瑕疵，像是刚被刷过，又像是被反复重置过无数次。他慢慢坐起来，床单整齐的没有一点皱褶，甚至没有残留体温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指尖轻微颤了一下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颤，但这个细节让他更加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是第一次醒来。这个念头没有来源，却异常清晰，就像一段被刻意压住的记忆正在松动。他环顾四周，房间不大，四面白墙，没有窗，也没有任何能判断时间的东西。整个空间安静的不自然，没有空调声，没有外界声音，甚至连自己的呼吸都显得过于清楚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轻而规律，像是早就知道他会在这个时间醒来。云芝的身体瞬间僵住，他没有动，但心脏却猛地漏了一拍。你醒了吗？门外传来男人的声音，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，像是在确认一件既定的结果，而不是在关心一个人。云芝没有回答，但他的脑中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。这句话他听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敲门声再次响起，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整齐干净。他的神情温和，甚至可以说是好看。但云芝在看到他的瞬间，身体却本能地紧绷起来，像是某种深层的警告正在提醒他，这个人很危险。男人看着他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然后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早安，云芝。他愣住，他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但他完全不记得他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没有完整的记忆。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，像是属于他，又像是别人的。男人走进房间，顺手把门关上。我是你的监护人沈墨。这个名字落下的瞬间，云芝的头猛地一痛。画面突然闪现，闪烁的红色警示灯，刺耳的警报声，他倒在地上的视角，血慢慢在身下扩散。而沈墨站在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，表情和现在一样平静。他似乎说了什么，但声音像被抹去一样消失，整段记忆在那一刻断裂。云芝猛地回过神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见过你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不确定。沈墨看着他，笑容没有变。不只见过。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观察他的反应，第7次了。空气在那一瞬间变得沉重。他不知道这代表什么，但身体却先一步感到恐惧。那不是突如其来的，而是累积过很多次的恐惧。他的手开始发冷，他盯着沈墨，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出破绽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他太平静了，平静的不像人，更像是在执行某种既定流程。沈墨向前走了一步，语气依然稳定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找出第6次为什么失败。比起死亡，失败这个词更让人不安。云芝没有回答，她的视线慢慢往下移，落在床底。
那里有一把不该存在的刀。黑色刀鞘安静地躺在阴影里，像是早就被放在那里，等他发现。他的呼吸变慢，心跳却越来越快。他很确定自己没有把这把刀放在那里，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他应该认识他。他慢慢蹲下，手指伸进床底，在碰到刀鞘的瞬间，一段声音在他脑中清晰响起：不要相信第7次的自己。他的手瞬间停住，呼吸几乎消失。他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，但他很确定，那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他自己留下的。你在做什么？沈默的声音忽然从背后靠近，近得让人不安。云芝几乎是本能地闪开，没有回答，而是盯着他问：如果这是第7次，那前6次我怎么死的？沈默微微停顿了一下，短的几乎察觉不到，但他看见了。意外，他说。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意外，坠落、失陷、心因性停止。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报告数据，而不是描述死亡。云芝没有再问，他转而看向房间另一侧的镜子，走过去，镜中的自己陌生又熟悉。他伸手触碰镜面，冰冷而真实。但就在他准备收回手的瞬间，他愣住了。镜中的自己没有跟着动，那个他站在原地，嘴唇轻轻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说什么。云芝猛地后退，再看过去，镜子恢复正常，只剩他一个人。怎么了？沈默问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他。这里没有窗，对吧？沈默点头。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不安全。他的语气依然平稳，但云芝的心却微微一沉。外面是什么？沈默沉默了1秒，然后说：失败品。这个词让空气变得更冷。云芝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他突然很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想变成外面的那种存在。他的手还握着刀，没有放开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沈默，露出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笑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？沈默也笑了。从信任开始。云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句话：不要相信任何第1次见面的人。他的手指微微收紧，刀还在掌心。而这一次，他没有打算再照规则来。